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热闹了，诚意的天地剑心将和龚俊与罗云熙对打，谁扑谁尴尬？嘿，各位追剧达人们，你们最近是不是也被古装剧刷屏了？我先说个事儿，还记得诚意那部《富山海》吗？播出的时候，网上吐槽声一片，说什么制作粗糙、剧情拉胯，跟之前的《莲花楼》差远了。结果大结局没几天，就传出他的新剧《天地剑心》要上了。更绝的是，居然和龚俊的《暗河传》、罗云熙的《水龙吟》撞档期，这下可好，三家粉丝直接炸锅，网友都喊谁扑谁尴尬，简直像看真人版三国杀。先聊聊诚意的《天地剑心》吧。这部剧原名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，改了个名，感觉更霸气了。诚意在里头演王权富贵，就是那个白发战损造型的天才少年，跟蜘蛛精青铜虐恋的故事。说实话，诚意这几年挺拼的，《莲花楼》爆了之后，大家期待值拉满，可《富山海》却翻车了，被骂特效五毛，剧情注水。这次《天地剑心》据说10月25号左右播，爱奇艺预约量都破410万了，但前两部狐妖系列都扑了，网友普遍不看好，反而可能因为期待低而逆袭。诚意的压力山大，他得靠这部剧挽回口碑，不然资源可能下滑。突然想到罗云熙的《水龙吟》，这部剧在芒果 TV 播，定档也是10月下旬。罗云熙演唐丽慈，一个正邪莫辨的国师，妆造美的跟长月烬明有的一拼。故事讲他被好友陷害，卷入江湖阴谋，阵容豪华，有萧舜尧、林允这些人加盟。但罗云熙最近几部剧像治愈系恋人言心计效果一般，热度没维持住。水龙吟要是再不行，他可能就得面临顶流地位动摇的风险。粉丝们疯狂安利敦煌美学风格，说打戏超燃，可同期竞争这么激烈，能脱颖而出吗？龚俊的《暗河传》更刺激，优酷定档10月20号，最早播出。他演苏沐雨，暗河刺客组织的首领，故事是权力斗争加刺杀戏码。龚俊自打《山河令》爆红后，作品不少，但水花不大，连搭杨幂、迪丽热巴都没溅起多大浪花。这次《暗河传》导演是尹涛，拍过《琉璃》，风格暗黑武侠。预告里龚俊用散剑打斗，帅是帅，但有人吐槽角色类型重复，又是美强惨路线。他快1年半没新剧了，这部要是再扑，资源可能真受影响，粉丝都捏把汗。制作方面，这3部剧各有千秋。天地剑心导演杜林搞过《长歌行》，重点打造万箭穿心、竹林决战这些名场面，诚意的白发造型路透就火了。水龙吟号称全流程4开制作，导演陈仲非摄影出身，场景融了敦煌和藏文化元素，像水墨沙阵这种镜头，电影感十足。暗河传则玩灰蓝红白的色彩主题，刺客组织内斗戏码，动作设计强调苏沐雨的散剑对决。但问题来了，3部都是古装加武侠元素，观众会不会审美疲劳？预约数据看《天地剑心》410万，《水龙吟》也不差，可实际播出后，制作精良度才是硬道理。演员这块，3个人都处在关键节点。诚意需要摆脱《富山海》的负面评价，罗云熙的靠《水龙吟》稳住热度，龚俊则指望《暗河传》翻身。数据上，龚俊上一部剧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口碑平平，诚意《富山海》播出时只有灼灼韶华对打，竞争弱，这次却是3强鼎立。罗云熙长月烬明后热度没延续，新剧压力更大，粉丝互撕场面已经预演了。微博上各种对比帖，有人说诚意演技稳，有人说罗云熙颜值扛打，还有人说龚俊角色突破小。市场反应真有意思，平台排播可能调整，避免正面撞车。
比如优酷先播《暗河传》，爱奇艺和芒果稍后跟进，但网友已经开赌局了，预测谁会是爆款。预约量高不代表成功，像《山海》前期期待也高，结果扑街。这次3部剧类型相似，但《暗河传》偏权谋天地剑心，重虐恋水龙吟搞玄幻，差异化或许能分流观众。可同期播出，总收视蛋糕就那么大，难免此消彼长。行业内部看法不一，有人认为良性竞争能提升整体质量，比如制作方会更用心，也有人觉得内卷严重，容易两败俱伤。数据上看，古装剧受众稳定，但今年爆款少，许我要演刚结局，市场有空缺。这3部剧投资都不小，扑一部可能影响后续项目。网友调侃扑街套餐预定，但真实情况的播了才知道。粉丝行为也挺逗，诚意粉丝刷话题天地剑心逆袭，罗云熙那边主打水龙吟美学，龚俊阵营推暗河传侠义。预约数字互相攀比，可最终还得看播出后收视率和口碑。时间点卡在10月下旬，假期档期，观众时间多，可能同时追几部，但忠诚度难说。争议点已经浮现，比如有人质疑古装剧是否过度饱和，或者演员是否在重复自己。龚俊的苏沐雨又被比温客行，程毅的王权富贵向李莲花翻版，罗云熙的唐丽慈和蛋台进类似。这种角色同质化会不会让观众腻味？制作方拼命加特效，搞大场面，但故事内核如果老套，再炫也没用。这场对决不只是剧集比拼，更是演员职业生涯的转折。程毅若成功，能巩固地位；罗云熙赢了，热度回升；龚俊翻身，资源保住。但万一都扑了，行业会不会重新评估古装剧市场？网友现在吵得欢，可观众手里遥控器才是终极裁判。程毅、龚俊、罗云熙的古装三国杀要开打了。天地剑心、暗河传、水龙吟3部剧几乎同档上线，观众直呼谁扑谁尴尬。程毅饰演王权富贵，白发战损，造型帅气，肩负着挽回山海口碑的重任。龚俊在暗河传中饰演刺客首领苏沐雨，暗黑武侠风格浓烈，被视为他沉寂1年半后的翻身之作。罗云熙则携水龙吟登场，敦煌美学加玄幻国师设定，试图重现长月烬明的辉煌。3剧各有亮点，也都有隐忧。天地剑心预约量破410万，但前作系列口碑欠佳，暗河传动作场面惊艳，却被质疑人物套路化。水龙吟画面唯美，但罗云熙连续几部剧热度下滑。如今3部剧同台竞技，粉丝掀起数据大战，平台排播或暗中调整。业内人士认为，这场竞争或许能促使制作方更用心，但也可能造成市场内卷。谁能突围，谁将折戟，全看剧情质量与观众口碑。程毅能否逆袭，龚俊能否翻红，罗云熙能否稳住顶流，答案即将揭晓。